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家公司生意好到爆，飞机坐满人，罗里跑到轮带都要磨平了，但老板却依然跟你喊穷，你会信吗？在大马，很多人看运输股以为只要看 GDP 好不好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个理论不完全对，因为有些公司货运量跌了，股价反而稳如泰山。有些公司生意做到全马第一，现金流却是入不敷出。在2026年，投行给运输板块贴了个标签叫 neutral， 有些观众看到这儿就划走了，觉得没戏唱。但在我眼里， neutral 在金融黑话里有时候不代表平庸，它代表的是厮杀结束，巨头开始收租。今天我们不谈 GDP 这种虚的，我们要像拆解这杯 COPO 一样，把这几家运输巨头的财报拆开来看，谁在还以前欠下的美金债，谁在搞垄断式涨价，又是谁在沙埃勒盖了一座没人知道的鬼城仓库。大家好，我是帮你做笔记的阿福，现在直接进干货。阿福啊，你讲到这样神秘，投行都讲路特瑞哦，还有什么好讲？小新，你太天真了，头型的 neutral 有时候是说给外人听的。你看啊，过去几年运输业像什么？像不像你前男友的爱，忽冷忽热？运费曾经过山车一样飙到天上去，然后又摔下来。但到了2026年，这个板块正在进入一种无聊但赚钱的状态。无聊还能赚钱？对，没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当港口的吊机不再因为疫情卡死，当海运费不再大幅度波动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竞争格局定了。这时候拼的不是谁能抢到货，而是谁的 margin 更高。我们现在要把这群海陆空大军一个个拉出来看。先说飞在天上的，我们在消费板块那集提过航空，很多朋友只盯着机票卖了多少张，错，大错，特错。如果你去翻 Capital A 的财报，你会发现这其实不是一家航空公司，这本质上是一家背着美金债务的资产管理公司。2026年是旅游年，目标4700万人次。这当然对 Capital A 很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汇率的影响。航空公司的飞机租赁费、燃油费、大笔债务大部分都是用美金结算的，只要马币对美金升值 1%， 他们每个月仅仅是营运成本就能省下大概200万美金。这就像你欠了阿龙一笔美金，结果现在马币涨了，你突然发现不用卖肾也还得起了。这就是投行关注它的核心逻辑，不是看它多能飞，是看它多能省。现在我们讲完飞的，我们去巴生港口吹吹海风，看看一下 Westport 西港。大家对这个公司的印象通常是稳、高息股，那个永远在那里的老实人。但最新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现象， Gateway 也就是进出马来西亚的货其实在跌，但是不多了， 0.5% 而已，反而是 Transshipment 转口货在大涨 8%。 难道是我们经济不好？红海危机，地缘政治搞得乱七八糟，很多船不敢走苏伊士运河，或者为了避税需要重新规划路线，这时候港口就变成了一个大型中转站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冰箱里塞满了东西，结果突然想拿最深处的那瓶可乐，你是不是得把外面的牛奶、蔬菜先拿出来放在桌上，等拿到了可乐再把牛奶蔬菜塞回去？港口就是赚这样的钱。那些集装箱在船上原本排在最里面最下面的，现在因为路线变了，到了巴生港，工人要把这箱货卸下来放在码头，等下一艘去欧洲的船再装上去。这就叫 Transshipment。 虽然货不是给马来西亚人的，但在我们的码头上上下下每一栋都是钱。更刺激的是，西港在2024年9月其实已经涨了价，虽然预测2026年的货柜量增长只有保守的 2%， 但因为单价高了，加上码头利用率维持在 80% 的健康水平，这就像是真香啊！这就是妥妥的垄断生意的护城河。但是不要急着冲进去，投行只是给了西港 neutral， 是因为它已经不便宜了。接下来谈谈运费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从淘宝买东西或者寄东西去国外，好像没那么贵的离谱了。我们来让数据说话，40尺货柜运费比去年跌了 37%， 空运也跌了 11%。 完了耶，跌这样多，那些做了 JCX 的不是要吃草了？刚好相反，这就是散户最容易搞错的地方。对于 Freight Forwarders 来说，运费暴跌其实是松了一口气。以前运费贵到离谱，很多厂家根本不敢出货，或者想尽办法拼贵，生意难做。现在运费正常化了，量就回来了。就像是 Grab 如果去 Pavilion 一趟要80令吉，你宁愿做 MRT， 现在跌回20令吉，你就开始疯狂叫 Grab 了。
对于中间商来说，量比价更重要。既然量回来了，货要放哪里？这就到了今天最精彩的部分，仓库大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如果你开车经过沙阿勒姆或者巴生，到处都在盖那种灰灰的大盒子。投行点名了2家公司 Tesco 和 Swift。 先看 Tesco， 它有个秘密武器叫 Strategic Forward Pricing。 简单讲就是它有一个富爸爸日本的 NYK Group， 如果市场运费跌破成本，母公司会给补贴。这就像你开加盟店，总部跟你讲亏了我补给你，赚了算你的，这就保证了它的 margin 比别人稳。那还不赶快买他的股票？我还没说完啦。我要提醒你一个财报里没写的隐患。 Tesco 的强项是 cold chain 冷链。冷链运的是什么？运炸鸡、运汉堡肉、运薯条这类 FMCG 食品。不要忘记马来西亚人的 boycott 潮影响了很多外国品牌的公司吗？这个 boycott 影响了 FMCG 的销量，而且 Nestle 也是在国内抵制名单里面，多少都会影响了它的 cold chain， 也就是 Tesco。 所以说 boycott 是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的损招啊。再看 Swift， 这家公司最近在干一件大事儿，他们在沙勒姆搞了一个280万平方尺的仓库项目。280万？那是多大？大概就是 1.3 个 One New 那么大。你想象一下，把 One New 里面的店铺全部清空，全部塞满 Shopee 和 Lazada 的包裹，如果 Security Guard 不骑 Scooter 巡逻，半天脚都会断掉。脚断是小事，最大的问题是盖酱大，租得出去咩？这属于巨额资本开支。在财报上你会看到这几年他们的 free cash flow 可能会很难看，因为钱都拿去盖楼了。投行给 neutral 就是因为在等看这个巨大的仓库能不能真的被填满。如果填满了，那就是印钞机；填不满，那就是折旧的噩梦。好啦，2026年的运输板块表面看是风平浪静，其实暗流涌动。总结一下物流板块，航空是汇率受益者，马币强它就翻身；西港是收租工，靠转运和涨价稳住江山；物流是军备竞赛，都在拼命盖仓库，但这把双刃剑要看未来电商够不够给力。最后我们需要盯紧这2样事情：一，美金马币汇率如果马币跌回 4.5 以上，航空股就要重新评估了；二，观察仓库利用率，别只听老板吹扩建，要看财报里的 utilization rate。 如果新仓库盖好，利用率只有 50%， 那就要小心了。我是帮你做笔记的阿福，如果你觉得这集视频帮你省下了分析的时间，记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， 我们再见。祝大家2026投资顺风顺水。